爷，怎么有人在树上堆雪人？是尸体。还真是一具尸体，看来是从断崖上摔下来的。爷，那些人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来，您受了伤，先在这儿歇歇吧。等雪小些，咱们再继续寻虚无之地。飞驰，去前面探探路。好痛！没死。好痛！这是哪儿？我不是死了吗？楚沐尘，当年你双腿残疾，是我不离不弃，四处求医为药将你治好。如今你即将登基为帝，为何要毒死我？因为当年是你害月儿被拐走，孤容你在身边多年，是仁至义尽。如今，你也该偿还欠月儿的。我没有，当年是苏洛月嫌你成了废人，不愿履行婚约，才自己逃走的。到现在你还嘴硬，没关系，等你死了，姑自会将你的罪行公之于众，以正视听。沐尘哥哥，姐姐她虽然有错，可如今实在可怜。月儿，你太善良，姑让她与你一同嫁入太子府，已经算是天大的恩赐。这些年委屈你，只要能在沐尘哥哥身边，月儿就不委屈。楚沐尘，你若不愿娶我，当初大可与我退婚，只娶苏洛月一人，为什么要恩将仇报？你抢了月儿的婚约，便是姑的未婚妻。既然是姑的女人，就算姑不要，也得死在姑手里。你这个畜生！沐尘哥哥，我实在不忍见姐姐如此痛苦，不如让我来给姐姐一个痛快吧。姐姐，你放心，等你死了，我会好好做皇后，母仪天下。姐姐，当年我假装被人拐走，就是不想嫁给楚沐尘这个废人，没想到你竟把他治好了。我要谢谢你为我做嫁衣。苏若月，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姐姐，你就安心的去死吧。若有来生，我定要你血债血偿！这里是断肠崖，我竟重生到了5年前，和苏洛月一起上山为楚沐尘采灵药的这一天。上辈子我就是在这里摔断了腿，自此后成了跛脚，被楚沐尘各种嫌弃。前世这颗能生筋续骨的灵草，我让给了楚沐尘，如今我自己吃。这女人一边吃草一边自言自语，莫不是摔傻了？我记得苏洛月也采了一种，不过那是棵毒草。前世我极力阻止楚沐尘吃，这辈子就让他好好感受下什么是忍中公主。你看什么看？非礼勿视，懂吗？蛊毒这玩意儿拖得久了，轻则痛不欲生，重则可是武功尽废。你知晓蛊毒？如果你肯帮我，我也会帮你。帮你什么？我受伤了，这冰天雪地的，若是有人能给我些治外伤的药，再送我回家就好了。前世我瘸着腿走了3天才回到沉香寺，苏洛月到处肆散播我被山匪奸杀的谣言，导致我身败名裂。这一世绝不会重蹈覆辙。
果然是上好的金疮药。这下能站起来了，多谢了。我的蛊毒呢？别急嘛，我呢还有点冷。你最好一次性说完你的要求。公子果然仗义，过来吧。干什么？自然是帮你解蛊毒啊，否则还能干什么？我的蛊毒连宫中的太医都解不了，他凭什么如此云淡风轻？你确定？当然。过来。张嘴。啊！让我别急啊，你中的是血蛊，只要食用处女鲜血，血蛊立马便会出逃。一派胡言！我的蛊毒竟人解了。你懂医术？略懂。前世为了楚沐尘，我在天下第一神医薛凡门前跪了7天7夜，才成功拜师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帮负心汉治腿，就让他回到本该属于他的地狱去，永远做个废人。现在可以送我回家了吗？你家在哪儿？丞相府。丞相府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苏师姐，为请教公子。楚君彻。楚君彻，这名字怎么有些耳熟？你是李王？他就是那个嗜杀冷血的李王，曾立下赫赫战功，后因身受重伤身居简出，却仍是手握重兵，深得皇帝信任的亲弟弟，更是楚沐尘那个废物最畏惧的11皇叔。这一世，我要狠狠抱住这棵大树。姐姐偏要抢我的灵草，我一躲，她便掉下了悬崖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护住姐姐。月儿，你心性纯善，是苏诗锦偏要与你争抢。如今他坠崖身亡，是他咎由自取，与你无关。太子殿下所言有理，幸好今日坠崖的是他。前世也是如此，分明是他将我推下悬崖，却说是我抢他的灵药，害我瘸腿归来，还要背上遭山匪奸杀的污名。这辈子，我要成全苏洛月，让他亲手将那颗毒草喂进楚沐尘的嘴里。大哥，我们还是派人去找姐姐吧。我宁可她已经摔死了。万一姐姐没有摔死呢？断长山山匪横行，他若活着回来，只怕要身败名裂，那岂不是会连累丞相府的声誉？这可如何是好？眼下只能先对外宣布苏诗锦失足坠崖身亡，若他能活着回来，就悄悄送到乡下的庄子上自生自灭吧。太好了，以后我不仅是相府唯一的嫡女，还会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。前世我阻止楚沐尘吃毒草，并用带回来的灵药根治了他的腿疾，所以没被送到庄子上。可他们却骂我名声有损，不配做太子妃，将我贬妻为妾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他们全部自食其果。苏师姐，你没死？看到我没死，很失望吧？怎么会呢？姐姐还活着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妹妹好演技，不去搭台子唱戏，可惜了。姐姐，你打我吧，都是我的错。要是你抢我的草药时，我不躲开，你也不会失足坠崖。这贱人肯定不敢打我，反而大哥和太子见状，还会觉得是他欺负我。苏师姐，你个蠢货，
凭什么跟我斗？好啊，我满足了妹妹的要求，你该对我道声谢了。姐姐，你想打便打吧，只要你能解气，即便打死我都可以。好啊，那我就打死你。苏师姐，你太过分了！玉儿回来后一直自责，险些哭晕过去，担心你被山追欺负，可你却这样对她。苏师姐，你3年前将玉儿丢弃，抢她婚约，如今她好不容易归家，你又屡次加害，现在你被山追，毁了名节，我作为兄长，绝不能再纵容你。来人，二小姐名声尽毁，德行亏损，恐连累相府声誉。父亲母亲在外当差不能回京，我便做主，将苏师姐送到乡下的庄子上，禁足思过，永不能回府。是。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丞相府？这人该不会是姐姐在外面的相好吧？苏师姐，你竟敢与外男勾搭，姑绝饶不了你！放肆！敢对我家爷的救命恩人大呼小叫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！太子殿下在此，你这混账竟敢拔剑！太子又如何？不愧是离王的狗腿子，连太子都不放在眼里。看来这棵大树，我是抱对了。苏师姐，让他把剑放下！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？我的规矩就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100倍奉还。所以你再聒噪，我让他连你一起打。你简直荒唐！苏师姐，你为了害月儿，不惜找个野男人回来陪你发疯，你真是无药可救了！你才是无药可救呢，是真的无药可救了。若再敢无礼，别怪姑无情！太子殿下何时对我有情？苏落月摔倒，你不由分说打我；苏落月中毒污蔑我，你连查都不查就逼我下跪道歉。你的情全在这个当年你双腿残疾时弃你而去的苏落月身上。够了！月儿已经说过无数次，当年她是被人拐走，若非被神医所救，她甚至都无法活着回来。是吗？既然被救了，为何不早点回来与你订婚，而是待等你的腿快要被治好了才回来呢？姐姐，那是因为我想学医术回来救太子哥哥。这3年我日夜苦读医术，好不容易学成归来，却看到太子哥哥已经与你订婚。对不起，月儿，是姑不好。你欠月儿这么多，就该用太子妃的位置来还。所以，我为你采灵药不慎坠崖，身受重伤，你却要与我退婚是吗？哼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分明是你想抢月儿的灵药，才失足坠崖的。姑亲眼所见，你还想狡辩？我抢他的，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这就把灵药让给你，你拿着给沐尘哥哥吧，就当是你采的，只要你能消气，我付出什么都心甘情愿。不必了，这草药是你亲手摘的，我怎好夺人功劳呢？哼，还算你有自知之明。月儿，谢谢你为了姑上山采药，冒这么大风险，你的心意，姑铭记在心，此生定不相负。太子哥哥，用了这灵药，你的腿就能完全恢复，再也不会跛脚了。只要为你好，月儿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还真是好奇，若揭开真相，苏落月身败名裂，楚沐尘再也站不起来，他们这对狗男女还有没有这般情真意切？苏师姐，你与外男一同归来，名声尽毁，已经不配做姑的太子妃。可念在你曾照料姑的份上，姑且饶你一命。识相的话，乖乖滚到庄子上，别再碍眼。我若不呢？那就别怪姑不客气了。来人！太好了，解决掉苏诗锦这个麻烦，我就能名正言顺的做太子妃了，再也没人能挡我的路。给姑将这贱人拿下！是。
太子殿下，好大的威风！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我丞相府！不会也是姐姐的相好吧？苏师姐，谁允许你带这么多野男人回家？还不快把他们都给我轰出去！住口！殿下，姑让你住口！太子哥哥莫生气，这其中定有误会。姐姐绝不会与外男私通，给你戴绿帽子的。太子哥哥，牧尘拜见11皇叔。11皇叔？难道这位是离王？离王就是传说中嗜杀冷血、战功赫赫的离王。他不是重伤后深居简出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会跟苏诗锦扯上关系？皇叔，您怎么会来这里？本王若不来，还不知你如此忘恩负义。皇叔，是苏诗锦名声有损，侄儿不过是为了保住皇家颜面，免得皇室蒙羞。名声有损，微臣拜见离王。王爷有所不知，断肠山内山匪横行，苏诗锦即便活着回来，也是名声尽毁。太子殿下也是为了大局着想，为了皇家的清誉，他也若是，为何不曾名声尽毁？玉儿不一样，他是天黑之前归家，并且有下人护送，而苏诗锦竟然还带着野男人回了家。野男人？你是说，本王和青木是他带回来的野男人？这不可能！皇叔，您怎么会送苏诗锦回来？本王做什么，还需要你来治舌吗？不敢。原来在我面前不可一世的太子殿下，在离王面前竟是条夹起尾巴的狗。卑职清末是王爷的贴身护卫。本王若不送苏二小姐这样，还不知这丞相府有这么一出好戏。王爷恕罪，下官真的不知道您会送二妹妹回来，还以为她被山匪。是啊，谁能想到二姐姐会被王爷您送回来？二姐姐，我怎么从未听说你认识离王殿下？原来如此，王爷恕罪，方才是我们误会了。是啊，刚才都是误会。师姐，姑不知道你救了皇叔，若早知道，绝不会怪你的。是吗？大哥刚才不是说要把我送去乡下自生自灭吗？还有太子殿下，您刚才可是要与我退婚呢，怎么突然就变了？您二位还真是变脸如翻书呢。怎么会呢？大哥只是担心你，怕你名声有损，承受不住，才想着送你去乡下避一避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。王爷千万别怪罪大哥和太子殿下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早知如此，我就该把灵草让给姐姐才对。没想到苏诗锦竟然勾搭上了离王。没关系，只要我掉几滴眼泪，他肯定会心软的。哪个男人受得了我这样？你说的对，是你的错。清末，卑职在。此女挑拨是非，颠倒黑白，掌嘴。是。可还满意？多谢王爷替石锦主持公道。别忘了你答应本王的事。王爷放心。石锦这个贱人，就算我不要，也绝不可能让给其他男人。皇叔一向不近女色，为何与他走得如此近？难道真看上他了？苏石锦是本王的恩人，
以后谁再让他受半分委屈，别怪本王不客气。秦墨，走。王爷慢走，有空常来哦。师姐呀，你救了离王，怎么不早说呢？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藏着掖着，害得大哥刚才差点误会你。是啊，你若早说，姑怎会误会呢？既然如此，姑的太子妃还是你来做。至于月儿，仍是侧妃，绝不越过你。我差点就能做太子妃了，都怪这个贱人，她凭什么？是吗？只怕三妹妹不愿意了。现在退婚，太便宜这对狗男女。我要在大婚上送他们一份大礼。怎么会呢？月儿通情达理，最是温顺，不会介意的。若能利用苏时锦拉拢11皇叔，对将来继承皇位可是大有助力。月儿不计较名分的，只要姐姐开心，月儿做什么都可以。这灵药也该让给姐姐才是。不必了，既是妹妹亲手采的药，理该亲手送给太子殿下才是。我怎么夺妹妹的功劳？太子哥哥，这灵药是我照着太医所绘的图仔细找的，服用后定能彻底治愈你的腿疾。谢谢你，你对姑一心一意，此生我绝不会负你。太子哥哥，此药乃7日毒，与灵药外形几乎一致，服用后7日便会毒发，而7日后正好是大婚的日子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今日姑同时迎娶苏家二女，虽然石锦是太子妃，月儿只是侧妃，但是在太子府，他们二人平起平坐，不分大小。竟让侧妃与太子妃平起平坐，这可不合规矩啊！若非苏家三小姐当年被拐走，如今太子妃的位置哪里轮得到二小姐？是啊，是啊，苏轼抢了太子妃之位，与侧妃平起平坐也是应该的。姐姐，你不会怪妹妹吧？怎么会呢？妹妹与殿下才是天生一对，你们一起拜堂，我很高兴呢。我可不想陪楚牧尘丢人现眼。接下来的好戏，还是你们这对狗男女一起唱更有趣。还算你懂事，当初姑双腿残废，你照料3年，姑虽站起来了，却落了个跛脚的毛病，这些年备受嘲讽。如今多亏月儿，才让姑彻底恢复。月儿才是姑最大的恩人。只要抓住太子的心，总有一天我会将太子妃的位置抢回来。太子哥哥，你快和姐姐拜堂吧，毕竟她是太子妃，月儿在一旁看着便心满意足。不，姑今日要与你拜堂。这怎么行？姐姐才是正妻。无妨，妹妹与太子殿下拜堂便是。楚牧尘一会儿就要毒发了，我还等在一边看好戏，可不想和他一起丢人。你真的愿意让月儿与姑拜堂？当然。太子殿下与侧妃拜堂，这可真是狠狠打太子妃的脸啊！看来这位太子妃还真是个窝囊废呢。我要是太子妃，怕是都没脸活着了。哈哈哈哈！那就多谢姐姐成全了。一拜天地。楚牧尘、苏洛月尽情疯狂吧。二拜高堂。很快，你们2个就笑不出来了。夫妻对拜。该毒发了吗？3、2。这怎么回事？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头发！姑的腿好痛，快穿太医啊！太子哥哥，太子殿下。
王爷，喜服内穿着常服，看来你早料到婚礼进行不下去，因为我原本就没打算嫁给楚沐尘，所以你要借刀杀人。王爷慎言，我可什么都没做。本王倒是越发欣赏你。多谢王爷赏识，石锦先行告退。倒是个妙人。我的腿好痛，太医救过，好痛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太医，殿下这是怎么了？殿下脉象平稳，并未有何不妥，可为何双腿会剧痛不止呢？这实在匪夷所思。当然是因为毒发了。那你快想办法止痛啊！这病症未明，怕是一时半会儿难以止痛。下官才疏学浅，实在……那怎么行？婚礼还没办完呢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殿下这么痛苦，我看着也心疼啊。殿下许是旧疾复发导致的。对了，一直由苏二小姐照料殿下，或许她有办法。苏石锦，你还不快去给殿下看诊？怎么，拜堂就是你上，这会儿倒是想起我来了？二姐姐，我知道你嫉妒殿下与我拜堂，可人命关天，不是耍小性子的时候，你快帮殿下看看吧。这苏二小姐未免也太小家子气了，这会儿还争风吃醋。这可是太子殿下，若出了事，他担得起吗？真是不知死活。就是，看是什么时候。三妹不是说自己学了3年医术吗？你怎么不救殿下呢？姐姐，我虽为了殿下在外学医3年，可毕竟不了解殿下的病情，贸然施救，万一出了差错，怎么会呢？妹妹可是神医徒弟，刻苦研习医术3年，想必这点小毛病肯定难不倒你。我只是怕耽误时间，想尽快消除殿下的痛苦。我看你是不敢治吧？其实你根本不懂医术。当年殿下残疾，你不愿履行婚约，便离家出走。后见殿下康复，你为了回京，才编造了学医的谎言。我没有，我一心为了殿下，二姐姐却偏要咄咄逼人。难道姐姐是故意拖延，想让殿下痛苦不堪吗？故意又如何？我不仅要她痛苦，我还要你比她更痛苦，方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我心疼殿下还来不及，怎么舍得让他痛苦？三妹别急，我这就为殿下看诊。等我解救了殿下，他的心就会重新回到我这里。殿下别怕，阿锦这就帮你看诊。阿锦，我就知道只有你能救过我。如果让他救下太子，我就永远别想做太子妃了。住手！苏洛月，你干什么？难道你想看殿下痛苦不堪吗？二姐姐方才说的对，我是神医弟子，医术远在你之上，还是让我来医治殿下更为稳妥。蠢货，终于上钩了。什么神医弟子？我看你根本就是为了争宠骗人的。我没有，我是不是薛怀薛神医？传闻薛怀行踪不定，即便我用他做挡箭牌，也不会有人戳穿。我才是薛怀的亲传弟子，前世我心软，不曾拆穿他，这一世我会在他最得意、最风光的时候，当众戳破他的谎言。难道是那位天下第一神医薛怀？薛神医只有一位亲传弟子，竟是苏家三小姐。正是，我乃师父唯一徒弟，只是他老人常教导医者仁心，谦逊为上，所以我才没有声张过。
什么老人家？我师父虽名扬天下，却是正直壮女。这个蠢货说谎都不知道提前调查清楚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方才又为何逼着我救？分明是心虚。我是想给二姐姐机会，让你弥补前失，戴罪立功。我有什么过失？为何要弥补？这苏二小姐真是好大的威风。就是啊，这苏二小姐都怪姐姐医术不精，没能照顾好殿下，才害她突发旧疾。若是早些根治，殿下就不会如此痛苦。你胡说什么？当年殿下身中剧毒，双腿残废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，是我用医术精心照料3年，殿下才能重新站起来。照料3年都未能治好殿下，你根本就是庸医，你才是庸医！让开，我的药能帮殿下止痛。快把药给姑！殿下，他的药治标不治本，药效过了还会痛苦。月儿有办法救你。二姐姐，你自己医术不精，为何要抢我的药，阻止我救殿下？你确定要给殿下吃这个？对，这是银丹丸，可是能治百病的神药。什么狗屁神药，分明是毒，不仅有极强的成瘾性，还会套之身体。只怕到时候楚沐尘就不只是秃头、残疾这么简单了。不如就让殿下自己选。月儿是神医弟子，医术远在你之上，姑相信他。楚沐尘，生门有路你不走，偏要自寻死路，这可怨不得我。太子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不疼了，姑的腿彻底恢复如常，再也不是瘪子了。狗男女，趁现在好好高兴吧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们就再也笑不出来了。一颗药下去，连跛脚都能治好。这苏家三小姐真是神医啊！三小姐的医术当真是比华佗在世还要厉害，这才是真正的神医弟子。幸好姑选择了月儿的药，你那些破药，姑吃了3年都未能完全恢复。如今月儿一颗药，就让姑完全康复，你还说自己不是庸医？演了半天，终于切入正题。殿下，石锦照顾您3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如今您却这样羞辱我。幸好大婚之礼未成，石锦干脆自请退婚，成全殿下与三妹妹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告辞。站住！太子哥哥，您身体才刚恢复，还是先休息吧。还是月儿体贴，不像那个苏石锦，简直可恶！太子哥哥，月儿愿意一生一世照顾您。来人，姑的腿已经好了，既然苏石锦走了，那么婚礼继续，姑要娶月儿为太子妃。苏石锦，你迟早会痛哭流涕的跪在姑脚下，后悔不及。到那时，你也只配做姑的贱妾。太好了，这太子妃的位置终于是我的了。苏时云，我看你还能拿什么跟我斗？王爷在这儿做什么？上车，本王送你回丞相府。我若孤身回去，苏里然必定找我麻烦。可若是楚君彻亲自送我回府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多谢王爷。你可还记得悬崖之下答应本王的事？放心，我都记得的。你是离王？按照辈分，
你应随太子称本王一声皇叔。我与太子并未成婚，怕是不能如此称呼王爷。你解了本王的蛊毒，本王应当感谢你。但是，你也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。王爷放心，我今天没有见过你。是吗？你觉得本王会相信你？王爷要杀我灭口，易如反掌。可现在却同我说了这么多废话，倒有几分想从。说说吧。除了蛊毒，本王体内还有一种慢毒，会使人日渐衰弱。你可有解毒之法？此毒的确霸道，王爷能活到现在，全靠内力抗衡。以我的医术，为他解毒轻而易举，可我却不能轻易出手。只有我越为难，他欠我的也就越多。这些年，本王一直用内力压制毒性，可再多内力也有耗尽的时候，所以急需解毒之法。王爷若能答应帮我个忙，我便尽全力救王爷性命，如何？成交。你打算何时替本王解毒？现在。什么？这颗药便能解王爷的毒，不知您敢不敢吃？这么痛快，王爷就不怕我下毒害你？王爷就不怕我下毒害你？本王对你还有利用价值，你舍得毒害本王？王爷还有心情说笑？你体内的毒已深入五脏六腑，即便是我也无法根治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找到我师父薛怀。你师父是天下第一神医薛怀？没错。可本王听说，薛神医只收过一位徒弟。这么说，你那个妹妹是在说谎？王爷就不怕是我说谎？你的医术是本王亲眼目睹，可你那妹妹却是个狡猾的。多谢王爷信我，您只要找到我师父，便能解毒。其实我也能解，不过我分身乏术，得有人把师父找来，才能拆穿苏洛月的谎言。本王若能找到薛神医，何必来找你？我身为师父的亲传弟子，自然知道他的行踪。薛神医在这里。薛神医性情古怪，曾立下不给王孙贵族看病的规矩。本王若去找他，岂不是会被拒之门外？王爷将这根针给师父看，他自会帮你。多谢，本王会立刻派人去找。王爷，丞相府到了。苏时锦，你还敢回来？这是我家，为何不敢回？今天可是你与太子大婚的日子，你竟然丢下尚未拜郎的殿下，独自跑回来！你想让全京城的人都看咱们丞相府的笑话吗？给我滚回太子府去！要滚你滚，我不会。这个疯子，真是无法无天了！我今日就替爹娘好好教训你！住手！王爷，下官不知你也来了，实在是有失远迎。本王先前说过，苏时锦是本王的恩人，要你好生对待。啊，忘了？下官不敢。不敢？可本王看你敢得很呐！
王爷恕罪，下官刚才实在是一时气愤，不过是想吓唬他而已，并未想真的动手。本王只信自己眼睛看到。青墨，卑职在，掌嘴。是。王爷，这可万万不行！下官好歹也是6品官员，怎能在自家门口挨打？传出去，下官如何做人？原来你也知道，在家门口挨打，没法做人。这么说，大哥是故意不想让我做人了？那个师姐，你帮大哥求求情，咱们毕竟是一家人。这怎么行？王爷是为我撑腰，我若是阻止，岂不是好赖不分？若下次再被你欺负，王爷不管我可怎么办？所以，大哥还是受着吧。华小姐，不够您说话，卑职有的是力气。罢了，我想大哥会长记性的，对吗？他在问你话，下官记住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本王就不打扰。王爷慢走。苏二小姐，苏二小姐是慈宁宫的容嬷嬷。皇后这么快就知道太子府的事？师姐见过嬷嬷。娘娘要你明日一早入宫请安，可别迟了。是，很好，明日这场好戏就可以正式开演了。立刻将这封信送到离王府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楚君彻应该已经找到师傅了，苏洛月。今日我就要将你的真面目彻底撕开给众人看。臣女苏时锦拜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苏时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可知女太子的婚事乃皇上所赐，可你昨日却当众悔婚，离开太子府，你可知罪？皇上恕罪，皇后娘娘恕罪。你本该是太子妃，却无半点大度包容之心。太子娶你妹妹做侧妃而已，你就这么容不下，还当众悔婚，简直上不得台面。臣女，本宫不想听你狡辩，立刻到门口台阶上跪着，好好反省你的过错。前世皇后便处处瞧不上我这个儿媳妇，慈宁宫门口的台阶不知被我跪了多少遍。这事我不会再逆来顺受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臣女委屈啊！皇后娘娘，求你为臣女破除啊！闭嘴！皇上还在这儿，大喊大叫成何体统？您只知臣女悔婚离开，却不知臣女为何要离开啊！昨日大婚，太子殿下他不可与臣女拜堂啊！放肆！分明是你擅自逃停婚宴，竟敢在陛下面前颠倒黑白，污蔑太子不肯与你拜堂！你好大的胆子！苏时锦，你休胡言乱语！楚沐尘，你慌什么？原来你也知道自己昨日的做法上不得台面了。这次我要当着皇上的面，好好给你上上眼袄。殿下不必急着否认，昨日酒宴，半个朝廷的官员都在，他们亲眼所见。皇后娘娘若想知道，随意问一个便是。你闭嘴！殿下不仅拒绝与臣女拜堂成亲，甚至还要臣女在旁边看着他和妹妹这个侧妃拜堂。你那么多宾客，臣女颜面尽失，若非殿下突发恶疾，怕是臣女都要羞愤撞墙了。那也定是你做了什么让太子厌恶的事，他才不肯与你拜堂。其实臣女并非争风吃醋，只是担心殿下的名声，才会如此焦急难过。毕竟全京城都知道臣女对殿下不离不弃，昨日他那般行事，岂不是要毁了自己的名声？这是何意？臣女受委屈不要紧，可殿下会因此背上宠妾灭妻的罪名，
甚至还被人骂忘恩负义，这是何等污点！殿下怎能为此自毁前程呢？你死，还不给朕跪下！皇上息怒啊！牧臣也不是故意的。息怒？你让朕怎么息怒？且灭其忘恩负义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。陛下，这肯定是苏洛月蛊惑的，都是这个女人的错。皇后娘娘，臣女冤枉了，是殿下他。父皇母后，这一切都是儿臣的错，是儿臣非要与月儿拜堂成亲。苏诗锦抢了太子妃之位，难道连拜堂成亲这种小事都不能让给月儿吗？混账！朕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父皇息怒，儿臣。皇上，臣女与殿下是真心相爱的，而且臣女还为殿下治好了腿。没错，儿臣现在不仅没了蹩脚，甚至能健步如飞。竟真的好啊！皇上，这苏洛月倒是个有福气的，竟然治好了牧臣的腿。那苏时锦治了3年都没能治好呢。苏洛月，你也懂医术？回皇上，臣女是神医薛怀的弟子。苏洛月，这欺君之罪，今日你是背定。原来你是神医弟子，难怪有如此医术，倒算是功过相抵了。臣女不敢居功，只是姐姐陪了殿下3年，却连这么小的脚伤都治不好，也不知对殿下是真的用心，还是虚情己欲。妹妹，你真的是神医薛怀的徒弟吗？当然，我是薛神医唯一的亲传弟子，如假包换。真巧，我也是薛怀的徒弟。姐姐自小便嫉妒我，什么都跟我争抢，如今还要与我抢师傅吗？皇上，看来只有请出真正的薛神医，才能分辨我与妹妹谁真谁假。绝对不可能把薛怀请来，肯定是故意诈我。苏师姐，我师父行踪不定，还立下规矩，绝不给皇亲故事看病，所以他老人家怎么可能入宫呢？苏洛月，说谎也要提前调查清楚。谁告诉你薛培是老人家了？冬儿，请师父进来。臣弟拜见皇兄、皇嫂。免礼。这位是草民薛怀，拜见吾皇，吾皇万岁。苏洛月，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神医弟子，如今神医就在眼前，还不上去认师傅？什么薛神医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师傅才不是长这个模样！你说自己是薛神医的徒弟，却不认识薛神医。王爷，在下何时收了这位姑娘做徒弟？师傅，您当真不认识我这三妹妹吗？她可是打着您关门弟子的旗号，到处宣扬。这位姑娘，在下与你素不相识，并未收你弟子，你为何要说谎？我才没有说谎，你根本不是我师傅。太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这其中定有误会，月儿能解释清楚的。师姐，怎么可能认识天下第一神医？而且此人这么年轻，一定是他找来骗我的。对，一定是。回皇上，这人定是苏世锦找来的江湖骗子。苏世锦，你为了陷害我，竟然找人冒充我师傅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好一个倒打一耙！苏洛月，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薛神医的徒弟，却连薛神医都不认识，未免太可笑了。你才可笑！你说他是薛神医，有证据吗？此乃在下的籍贯信息，是官府过了印的。你若不信，大可以当着皇上的面，请官员验证真伪。同名同姓之人多了去了，就凭这个，怕是难以让人信服。即便身份能作假，医术却不能。苏师姐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回皇上，三妹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薛神医的徒弟，那想必薛家的独门针灸术，妹妹也是会的吧？我自然是会的。既然如此，你若能说对治疗腿疾的几个穴位，就算你是真的神医弟子，如何？这个贱人摆明了跟我作对，
我哪里懂什么穴位？给楚沐尘的那颗药不过是我在黑市买的，不行，我得想法子拒绝他。我凭什么？皇上，您意下如何？朕允了。太子妃，你倒是说说，治疗腿疾的穴位都有什么？糟了，这贱人竟让皇上开口，我真是骑虎难下，怎么办？三妹怎么不说话？难道神医弟子连穴位都不知道吗？月儿，你别紧张。是啊，三妹妹千万别紧张。说错了也无妨，顶多算个欺君之罪罢了。殿下，玉儿没有说谎，玉儿真的是薛神医的徒弟，你相信玉儿的，对吗？当然，姑相信。姑娘，你连针灸穴位都说不出，如何敢自称是我的徒弟？你根本不是我师傅，我师傅没有教过我针灸。放肆！刚才你还说自己懂针灸之术，此刻又突然改口。楚沐尘，这就是你娶的太子妃？父皇息怒，玉儿并非靠针灸治好了儿臣的腿。你究竟是如何治好？回皇上，师傅传授徒弟本就各有侧重，我不精通针灸之术，但我擅长制药。殿下的腿也是吃了我的药才得以恢复的。那为何薛神医并不认你这个徒弟？皇上，这个人肯定是假的，他绝不可能是薛神医。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皇上，薛家世代从医，有一件传家宝，想必世人都听说过。是冰魄银针。没错，此乃天山寒玉打造，世间仅此一副，为薛家传人拥有。此物便是冰魄银针。薛家医术一半在药，一半在针。不会针灸且不懂穴位之人，不配做我的徒弟。苏若月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完了，不行，欺君之罪可是要杀头的。我好不容易才成为太子妃，绝不能就这么认输。哼，敢在朕面前耍手段，朕看是我腻了。皇上，我承认自己的确谎称是薛神医的徒弟，可我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。原因？殿下的腿疾十分严重，太医都治不好，我实在不忍心见他终日消沉，才想出这个法子。月儿，你是为了姑？是啊，常言道，医者先医人心。月儿想让殿下振作起来，这才谎言自己是薛神医的徒弟，而且我确实治好了殿下的腿啊。父皇，月儿她虽然说谎，可她确实治好了儿臣的腿。如今儿臣能站起来走路，都是因为她的药。皇上，太子妃虽然说谎，可她的确是为了沐尘好。你们所言有理，既如此，朕……皇上，臣女有话，
不知当讲不当讲？讲。方才苏落月在皇上和娘娘面前大言不惭的自称是薛神医的徒弟，想必各位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若是欺君之罪都可以轻易赦免，那传出去，只怕有损帝王威严。皇兄，苏时锦所言有理，帝王威严不可撼动。父皇，月儿他欺君之罪，岂能轻饶？太子妃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来人，将其拖下去，杖责30，以儆效尤。皇上饶命！殿下救我！放开我！司宁征，姐姐，你就安心的去死。苏若月，好好享受吧，我对你的报复才刚开始。苏时锦，看到月儿受此折磨，你满意了？殿下这是何意？三妹妹欺君之罪，咎由自取，与我何干？这个毒妇！楚沐尘，上辈子若非我救你扶你，就是个废物。这辈子，你好好死在苏落月的手里吧。苏时锦，你伤月儿的，孤都记下了，总有一天会让你百倍奉还。臣女随时恭候。蠢妇，你体内的毒一旦发作，就会彻底瘫痪，到时一个骗子，一个残废，我看你们怎么让我百倍奉还。丫头，送到这儿就行了。南边水患严重，为师早一日赶到，就能多救几个人。师傅，这些您拿着，路上买些粮食药材，到了那边也多接济些难民。行，为师走了，你自己在京城万事小心。薛神医留步。王爷，薛神医，本王的毒您还未解，在下入宫的路上便为王爷诊过脉，解您体内的毒并非难事。以我徒儿的医术为您解毒，绰绰有余。他会解？完了，师傅，你怎么一下就给我卖了？王爷您听我解释。哼，你们慢聊，在下告辞了。苏时锦，王爷，你能听我解释？你敢骗本王？王爷，我敢算计本王的女人，你是头一个。王爷息怒，我这不是怕使唤不动您吗？所以你承认是在耍本？王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骗您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，好不好？立刻帮本王解毒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解，马上解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只是这解药是半成品，还差一味药引。药引？对，王爷体内的毒是慢性毒药，
解药需循序渐进，否则容易伤及根本。你就说吃几次能解毒3次即可。药引是什么？白泉翡翠的蛇胆，本王从未听说过这种蛇。断肠山就有。这种蛇最爱在阴暗潮湿的地方。明日一早，我便上山抓蛇。不必明日，现在就去。楚清澈，你放我下来！哼！殿下，那苏什锦与离王一同前往断肠山去了。皇叔与这个贱人一起害玉儿，孤绝不会放过他们。你立刻派杀手给孤把他们都杀了。是。苏什锦，你不嫁给孤，也休想嫁给其他男人。既然不能为孤所用，你就去死吧。你走慢点，万一被蛇咬了。这可是剧毒的竹叶青，苏小姐还不快扔了！扔了做什么？这蛇胆虽然不能解王爷的毒，但是能治其他的药啊。爷，这苏二小姐看着柔柔弱弱的，怎么如此心狠手辣？是不是就能处死人呢？小心被他听到，扒你皮！是白泉翡翠，我看到它了。小心！不好，有埋伏！王爷，您带苏小姐快走，卑职拦住他们。打不过就跑。是。王爷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昏过去了。这么冷的天，如果醒不过来，怕是要冻死在这儿。出门前没带银针。糟了，呼吸越发微弱了，看来得帮他顺气才行。王爷，冒犯了。王爷，你醒了！王爷，你干嘛？你对本王做了什么？王爷别误会，您昏迷不醒，我这是帮您渡气，绝对不是趁机轻薄您。你，我真没有那个意思，您千万别多想啊！怎么感觉越描越黑？本王没多想。那就好，也不知道清末怎么样了，有没有脱身？你倒是挺关心他的。那当然，他为了让我们脱身，自己孤军奋战，简直是舍己为人的大英雄。我当然关心他。这么关心他，要不要本王把他送给你？真的吗？他月钱多少？也不知道以我现在的财力能不能付得起。苏世锦，赶紧给本王找药引去。小声点，
万一招来刺客怎么办？下面有人说话，李王和苏世锦肯定就在下面，咱们这就下去将他们杀了。慢着，李王武功高强，我们几个未必是对手。此乃垂情粉，撒下去，再硬的骨头都得酥了。等我杀了他们。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还是先跑吧。那边有路，我们走。区区蝼蚁，本王能解决。我们刚才吸的可不是普通粉末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他们在那儿，追！楚君彻，你放开我！楚君彻，楚君彻，下来！放开我！别怕。放开我！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苏师姐，你终于醒了。你别多想，衣服是刘奶奶帮你换的，我没看你。刘奶奶，丫头醒了，可算醒了。昨儿个烧了一夜，可把我老太婆吓坏了。不烫了，不烫了，来，把药喝了，暖暖身子。你晕倒了，我抱着你下山，天黑路滑，丢了方向，幸好遇上了刘奶奶，她收留了我们。多谢收留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我这老婆子看见你呀，就想起我那孙女，她跟你差不多大，可惜下落不明。她为何下落不明？3年前我儿子在河里救了一个姑娘，可那姑娘醒来却招了一群劫匪要杀我全家。我儿为了保护我被活活打死，孙女也被他们劫走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们一家3口，只有我侥幸活了下来。3年前正是苏落月失踪的时候，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被人拐走，最后被逼坠河而亡，该不会这么巧吧？那您以后打算怎么办？我想进京报官，为我儿讨个公道，也寻找我那苦命的孙女。我们正好也要入京，您可随我们同去。没错，您救了我们，作为回报，我们也应该帮您。此事太过蹊跷，若真的与苏落月有关，那他就不只是身败名裂了。那就谢谢你们了。我来对付他们，你带刘奶奶找机会逃出去。好。属下来迟，请王爷恕罪。撬开他的嘴之前，别让他死了。遵命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到底是谁？奶奶别怕，这位是黎王殿下，就是那位为国征战、对百姓极好的黎王殿下。正是。王爷，求您替我儿讨回公道，求您帮我找找那苦命的孙女儿吧。快快请起，您是本王的恩人，
本王定会帮你的。刘奶奶，您可有孙女的画像？有，我专门托村里的秀才帮忙画的，我这就进屋拿给您。这画像为何如此眼熟？你见过他？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，还麻烦王爷派人暗中寻找，切勿打草惊蛇。放心，咱们启程回京吧。奶奶，在找到您孙女之前，还请您一同回京。本王会派人将您安置妥帖，不会再有危险。多谢王爷，谢谢。人生过半载，渐渐入戏。少年苦了情欲，往事又不提。讨酒客半倚，翩翩入戏。痴痴笑而不语，一厢深情却背影不惊。这是清末抓到的。夜漫漫陪月亮在屋顶，拨开云数星星。就是情愁台拳翡翠的蛇胆，清末也太厉害了。英雄豪杰能够一生死渡得过爱恨的树。王爷放心，3日后我定能将解药做出来。你先前看到这幅画像，可是想到什么线索？确实有些眼熟，可单凭这张画像，我实在想不起来。不过，既然是被拐走，十有八九是被卖了。这种姿色的姑娘，卖进青楼定能换个高价。等等，是青楼，我怎么忘了？前世大婚后没多久，楚牧尘便带回一个青楼女子，一连宠幸了好几日。可惜没多久，她就被苏若月暗中溺死在后院池塘。那个女子与画像一模一样，正是刘奶奶的孙女。你可是想到什么？是天香楼。王爷，您立刻派人去天香楼，刘奶奶的孙女肯定在那里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个您别管，总之找到她之后，先把人藏起来，剩下的我自有打算。好，本王听你的。多谢王爷。苏时锦，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夜不归宿，成何体统？二妹，你昨夜去哪儿了？让为兄好是担心啊！哎呀，这不是离王殿下吗？楚军都要吃。二妹啊，你用过膳没有？饿不饿？大哥让厨房给你做些好吃的。不必。王爷，石锦他脾气倔，您别见怪。要不您先进来坐，下官这就让人备些酒菜。王爷您别走啊，下官。可恶，竟敢看不起我！等太子继承皇位，月儿做了皇后，我就是国舅爷，到时候有你们二人好果子吃。你立刻去太子府禀报，就说苏时锦和黎王回来了。是。放开我！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苏师姐，苏时锦，你在想什么？不许想了。后门一序有钥匙相上。这字如此陌生，难道是楚军撤写的？定是他找到人了。不愧是黎王，办事的确利落。我。楚牧尘，怎么是你？
让开！是故，那就别怪我喊非礼了。这深更半夜，太子殿下闯入苏家，非礼大姑姐，传出去，怕是要身败名裂呢。苏师姐，你就别装了，看到姑来找你，心里一定很欢喜吧？又何必欲擒故纵呢？还请太子殿下自重。你如今是我妹妹的夫君，深夜跑来找我，若是让三妹知道，怕是要闹起来。你不说我不说，月儿怎么会知道？更何况月儿与你这种妒妇不同，最是宽容大度，即便孤纳你为妾，她也不会反对。楚沐尘，你真叫人恶心。苏师锦，你和皇叔在山上待了整整一夜，孤倒是好奇，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太子殿下如何知道我与离王在山上？难道那些刺客是你派的？苏师姐，你简直不知廉耻！一个被退婚的弃妇，竟敢与前未婚夫的皇叔纠缠不清，就不怕传出去遭人唾弃吗？殿下背信弃义，与未婚妻的亲妹妹搞在一起，怎么没想过会遭人唾弃呢？姑警告你，离楚君彻远一点，别妄想做什么离王妃。你一个被退婚抛弃的贱人不配。若是想攀龙附凤，姑倒是可以赏你个贱妾的位置。你竟敢打姑的脸！打的就是你，如何？谁允许你对她动手？皇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本王有没有说过，苏师锦是本王的恩人，谁允许对她动手？皇叔明察，是他先动手。你穿成这样就跑出来与他见面，我以为是你。所以你是来见我的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皇叔，您千万不要被苏师锦这个贱人给骗了。他心机深沉，善于伪装，最会玩弄人心。今日他能对侄儿翻脸无情，明日就能背叛皇叔。您常年在外征战，不知他本性就是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既然苏师锦如此不堪，太子又何必深夜跑来纠缠？莫非真是那等见异思迁的花花肠子？姑可都是为了皇叔好。楚沐尘，你说，若是本王将今夜此事告知皇兄，不知他会如何看？只怕会认为亲自选的太子，并非明智之人。皇叔误会了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何用意？我只是担心太子妃的姐姐是否安好，毕竟她若出了什么事，月儿那边也不好交代。原来你深夜纠缠苏二小姐，全都是为了苏三小姐。是。如今见苏师锦安然无恙，侄儿也就放心了。侄儿这便回去转告月儿，好让她安心。多谢太子殿下深更半夜前来关心，也真是费心了。下次还请白日再来，且走正路，莫要像贼似的鬼鬼祟祟。真是晦气！还没问王爷怎么会在这里。来给你送这个，刘奶奶的孙女已经找到了，这上面是本王将他们祖孙安置的地方。太好了，谢谢王爷。还有那个刺客，清末已经审了出来，幕后之人正是楚沐尘。看来他连王爷这位皇叔都不打算放过呢。看来你我只能结盟了。能与王爷在一条船上，实锦求之不得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有了人证，自然就差物证了。本王明白了，你早些休息，告辞。这人看着冷淡，办事倒是靠谱。如此好人死了可惜，我还是早些帮他将解药配出来。
师姐，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人！太子哥哥，何事如此动怒？苏师姐竟敢背着姑勾搭楚君彻，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！他这是在吃醋。可恶！苏诗锦这个贱人凭什么？殿下这是怎么了？谁惹您生这么大的气？殿下方才去找二姐姐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殿下若是放不下姐姐，玉儿愿意将太子妃的位置让给姐姐，只要殿下开心就好。玉儿多谢了你救了姑的腿，姑怎么可能负你？姑今晚只是去看苏诗锦怎么还没死。你放心，姑的心只有玉儿一人。玉儿就知道，殿下最疼玉儿。苏诗锦，你以为攀上离王就能翻身？做梦！如今我才是太子妃，更是将来的皇后，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！姑反去杀他们的刺客，全军覆没，也不知道楚君彻有没有查出什么。若是离王殿下真的与姐姐在一起，以姐姐对殿下的怨恨，只怕将来要成为您继承皇位的绊脚石。玉儿所言有理，姑绝不允许他们二人在一起。殿下，月儿倒是有个主意。哦，什么主意？后天不是有宫宴吗？若能让苏时锦当着皇亲国戚的面身败名裂，那时就算他再想攀附离王，离王也会嫌疑他的。月儿，你可真是姑的贤内助。你派人找本王来此，有事？王爷，这是第一颗解药。第一颗？对，一共3颗，每7日服用1颗。21天服完3颗解药后，王爷体内的毒便可尽除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只是什么？此药有副作用，服下后会暂时堵住经脉，阻止毒素扩散。这也意味着王爷不能使用内力，只有最后1颗药服下，您的内力才能恢复。你是说吃了解药，本王会暂且手无缚逼之力？差不多。那就先仰仗苏小姐保护了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二姐姐还真是不知羞耻，大庭广众之下就往离王身上靠，难怪大婚当日说走就走，连拜堂都不肯。原来早就讲好了要另寻高枝呢。这苏家二小姐也太大胆了，当众与离王搂搂抱抱。到底是退过婚的人，行事这般轻浮，也不怕丢了相府的脸面。分明是他自己逃婚，如今又攀上了离王，好手段啊！方才分明是本王主动往苏二虎姐身上靠，你们都是瞎子不成？王爷仁慈，看在丞相府的面子上，不愿让姐姐当众丢脸，这份胸襟月儿佩服。不过王爷如此体贴，怕是会让姐姐误会呢。若是姐姐因此缠上王爷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麻烦？本王的事何时轮到你来智慧？看来妹妹是以己夺人了。毕竟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可不会上赶着倒贴，为了抢太子妃的位置不择手段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？太子哥哥，姐姐定是误会了我。苏师姐，你太过分了！月儿一片好心提醒你别坏了名声，你倒好，恩将仇报，句句在此，你还有没有半点教养？太子殿下都被人卖了，还帮人数钱，如此没脑子，也不知有什么前途可占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太子殿下不妨好好想想，当年你身受重伤，双腿残废，沦为废人之时，妹妹恰好就失踪了。
如今你身体恢复，前途无量，妹妹又恰好回来了，这是不是太巧了？姐姐，你就算嫉妒我嫁给太子哥哥，也不能往我身上泼脏水啊！当年被拐走，也不是我的错啊。既然你不承认，那为何你回来后，时知我与太子有婚约在身，宁可为奴为婢也要赖在太子身边？如今更是连太子妃的位置都坐得稳稳当当。我只是放不下太子哥哥，这也有错吗？你没错吗？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若说三妹妹从未图谋，怕是傻子都不信。这么一说，还真是巧得很呐。当年太子残废，他就失踪；太子好了，他就回来，这也太巧了吧？若真是如此，那这位太子妃的手段可实在太高明了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污蔑我？太子哥哥，玉儿对你的心意，天地可见，你不会怀疑玉儿的对吧？你不会怀疑玉儿的对吧？苏三小姐遇到难回答的事，从来不解释，反而尽掉眼泪。就是，若真清白，为何不大大方方的把事情说清楚？总哭哭啼啼的，反倒显得心虚。眼泪有何用？自证清白才是正经。可恶！本想借机让苏诗锦背上贪慕虚荣、攀附离王的骂名，却不料这贱人竟敢反咬一口，害我被质疑。好妹妹，这就绷不住了，好戏才刚开始呢。玉儿，你告诉我，当初你究竟是不是真的被坏人拐走，又是不是真的学了医术回来？太子哥哥，你为何不信玉儿？玉儿对天发誓，玉儿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殿下若不信，玉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只要我假装以死明志，太子不仅会相信我，还会让苏诗锦背上逼死亲妹的骂名。姑的腿好痛！难道是银丹丸的药效过了？不可能，这才几天。太子殿下救急突发，来人，快去请太医！太子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月儿，姑的腿不是被你治好了吗？为何会如此？我不知道，定是姐姐之前耽误了太子哥哥的病情，才会再次复发。快救姑！楚王爷这是怎么了？还是痛！月儿，救姑！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药效不够？吃吧吃吧，最好多吃几颗，早点去阎王殿报到。太子哥哥，你好点没？月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姑的腿不是已经好了吗？为何还会痛成这样？太子哥哥别怕，定是方才被苏诗锦气的，只怪姐姐医术不精，先前耽误了殿下的病情。若不是她治了3年都没能治好，殿下的腿也不至于这么脆弱。早知今日，姑当初就不该让你这贱人治腿，白白耽误了3年，还落下一身毛病。多亏玉儿能平安回来，还学了这么好的医术，否则姑这条腿怕是要废在这贱人手里了。不是玉儿的功劳，是太子哥哥福泽深厚，才会化险为夷。你放心，有玉儿在，定不会让太子哥哥再受苦的。玉儿，幸好姑有你。最多再发作2次，银丹丸的止痛就会彻底对楚沐尘失去效果。到那时，他的腿会如被蚂蚁啃食，痛不欲生的。我可真是太期待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我的腿不是已经好了吗？伤口怎么又溃烂了？月儿，你不是说你的药能根治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太子哥哥息怒，这竟是之前姐姐没能帮殿下处理好伤口，才会复发的。姐姐医术如此不堪，却为了抢功劳大胆替殿下治病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污蔑我，你还真是张口就来，让妹妹失望了。这伤口可是太医院院上张大人亲手处理的，难道你是在说张太医医术不堪？
张大人可是皇上亲封的院士，妹妹此言，怕是在质疑圣上有眼无珠，封了医术不堪之人为院士。不是的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说姐姐，我绝没有说张大人的意思。苏三小姐既然质疑下官的医术，想定是医术高超，父皇说一说，殿下这溃烂的伤口，接下来该如何处理？这伤口的肉已经腐烂了，再怎么治，腐烂的肉都无法恢复正常。我认为，得将这些腐烂的肉全部刮掉，然后好好处理伤口，再吃下银丹丸，才能让殿下痊愈。什么？刮肉？这苏三小姐到底懂不懂医术？刮太子殿下的肉，这未免也太……请诸位相信我，我虽然不是神医弟子，可我确实学了3年医术。我师父也是医术了得的神医，他曾经就救治过这样的病。伤口腐烂，肉已坏死，若不刮去，解药无法渗透，毒便永远解不干净。那刮了这些肉，姑的这条腿还能恢复如初？是啊，这些肉要是刮了，太子殿下还能站起来吗？怕是要彻底废了。苏师姐，过去都是你帮姑医治，如今你倒是说说，玉儿此法可有用？苏佐佐，殿下这腿啊，怕是保不住了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太子哥哥？我可是好心提醒，若现在把双腿砍了，或许殿下还能捡回半条命。放肆！来人，给姑长这贱人的嘴！谁敢动你？皇叔，他如此歹毒诅咒我，你竟然还护着他，就不怕父皇知道会怪罪吗？自己好坏不分，终将自食恶果。你若认为本王不公，尽管去告诉皇兄便是。你，太子哥哥，咱们还是先治腿吧。玉儿，真的要剜肉吗？那姑的腿还能恢复如常吗？其实玉儿也不忍心，可是能为太子哥哥解毒的办法，如今只有这一个了。太医，你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殿下，微臣医术不精，没有办法。不过苏三公子此法，还望殿下慎重考虑，三思而后行。太医这是在委婉提醒他，可惜好言难劝该死的。玉儿，你确定剜肉能治好姑的腿吗？之前你也给我吃了什么银丹丸，可我还是复发了。说是剜肉之后人是复发怎么办？太子哥哥误会了，之所以会复发，肯定是姐姐当初耽误了你的病情才会如此。若是剜肉后再服用一颗银丹丸，想必就会彻底解毒了。该死的苏师姐，都怪你耽误了姑的病情，否则也不必受这等罪。太子殿下好没道理，当初你沦为废物，我不离不弃为你治疗，让你重新站起来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如今我却该死，我真是个白眼人。那是为了嫁给姑做太子妃才会装模作样，现在想，若没有你装模作样救治，姑的腿能好得更快，都是你害了姑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希望殿下以后千万别来求我救你的命。姑就是做狗，不会求你。殿下还是省省力气，好让我这妹妹为你挖肉吧。是用不着你多嘴。来人，将姑扶进侧殿。怎么了，王爷？你还要看？那当然，真正的好戏可是才刚开始。若是太子出事，皇上怕是会怪罪。那便请皇上亲自过来，好好看看他的儿子是怎么自寻死。好，来人，去请圣上。是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微臣拜见皇上，是太子殿下突发腿疾，苏三姑娘在为殿下医治。医治？混账！什么医治用得着动刀子？回皇上，是殿下旧伤被耽误，如今毒素蔓延无法挽回，只能剜掉烂肉，才能彻底治好殿下的腿。说，回皇上，
花肉疗毒闻所未闻，微臣极力劝阻殿下，可殿下他执意要信苏三小姐的话，微臣实在无可奈何啊！你身为太子，如此轻信旁人，将自己变为废人，日后如何继承皇位？父皇息怒，儿臣一定会好起来的，请父皇相信女儿，她一定能治好儿臣。皇上，臣女身为太子妃，可以对天发誓，一定有办法让太子殿下痊愈。朕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。天哪，太子殿下的腿流血不止！月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快救姑！弄成如此重伤，只怕是银丹丸都没用。楚牧尘的太子之位，怕是做到头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啊！银丹丸能止痛止血，为何会失效？苏三小姐，你方才说什么？这药难道不是止痛，而是止痛用的？难怪太子殿下之前会痊愈，原来是被压制了痛苦。你这么做，才是在耽误殿下的病情。我没有，这银丹丸确实是神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定是苏世锦搞的鬼。苏三小姐还真是会理解自己。你回来之前，太子由苏石解诏，病情一向稳定。可自从你回来后，太子有你照顾，病的就越来越重。我的腿好痛，救我！阿姐，你之前总能用针灸救姑，你快再针灸！殿下之前不肯让臣女救治，反倒相信三妹妹，如今到了这种地步，臣女也无力回天。我想起来了，之前我曾为殿下采灵药，当时我采了2株，还有1株养在丞相府了。来人，快去将灵药取来！可是我画给你苏三小姐的那幅图上的灵药，正是。灵药可有作用？回皇上，若能取来灵药，定然能救殿下的腿。来人，速速取来！是。我一定要救太子，绝不能把到手的太子妃之位让给苏诗锦这个贱人。微臣拜见圣上。少来这些虚的，赶紧把灵药拿来。殿下，快将灵药吃了，就会痊愈了。慢着！张太医拦着我做什么？你说的灵药就是这个，上次给殿下吃的也是这个。是啊，这是我在山崖边采回来的，一共就2颗。胡闹！张太医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可是按照你画的灵药采的。老夫画的灵药根增是有绒毛的，你所谓的灵药可有？没有又如何？这不是一样吗？这怎么可能一样？你采的根本不是灵药，而是毒药啊！你胡说，怎么可能？这药名为7日毒。太医，什么是7日毒？这2种植物长得极为相似，只是毒药的干根上光滑无毛，而真正的灵药交代过苏三小姐的，难道一层细密的容忘了吗？我当时一心想要赢苏诗锦，根本没仔细听。这毒药服下后会如何？回皇上，7日毒是慢性毒药，服下后7日内看不出任何端倪，7日后方才毒发，身体会越来越弱，头发也会脱落，慢慢的全身皮肤开始溃烂，尤其是受过伤的地方。我想起来了，难怪太子大婚那日头发忽然掉光了，旧伤也复发了。我就纳闷儿，之前太子都被苏二小姐治好了，怎么会突然发作？看来是苏洛月害了太子殿下，他才是罪魁祸首，真是丧门星啊！难怪太子会旧伤复发，而愈合的伤口也会溃烂。原来不是旧毒未清，而是新毒入主。7日毒，掉光头发，伤口溃烂。月儿，你不是医术精湛吗？为何连灵药和毒药分不清楚？不是的，这不怪我，都怪太医没有交代清楚。事到如今，妹妹还要推卸责任吗？张太医当时交代清楚了，我
又怎么会猜错？苏三小姐慎言，微臣交代时，殿中可是有6名宫人在场。若您不信，大可将他们唤来对质，看是微臣没交代，还是您根本没用心。那就是苏诗锦的错，他可是薛神医的亲传弟子，天下第一神医的徒弟，他明明能分辨灵药真假，却什么都不说，他就是故意的。妹妹采到灵药，跟宝贝似的护着，连看都不让我看一眼，还诬陷我抢你的灵草。请问我该如何分辨灵草是真是假？太子哥哥，你要相信我，这一切都是苏诗锦的阴谋。他嫉妒你偏爱我，嫉妒我成了太子妃，所以故意不拆穿那株草药是假的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。而且，他身为神医弟子，当时殿下毒发，他为何不救治？他就是存想看着殿下痛苦，他就是存心看着殿下痛苦。月儿说的对，苏诗锦，你分明能救姑，你分明知道那银丹丸有问题，为何不说？太子殿下真是健忘，大婚之日你毒发，无人敢为你医治，可是我第一个站出来要为你医治的。只不过您亲手选了苏洛月的银丹丸，而不要我的解药。月儿是神医弟子，医术远在你之上，姑相信他。楚牧尘，生门有路你不走，偏要自寻死路，这可怨不得我。为何姑会如此傻，竟然相信了苏洛月？殿下，月儿只是医术不如姐姐好，但是月儿想救你的心是真的呀，殿下。够了！太子双腿仍血流不止，你们却只顾着推卸责任。若是太子没了命，今日在场所有人都给朕陪葬。皇上开恩啊！皇上，臣女愿意救治殿下。楚牧尘，死太便宜，我会让你的余生都成为废人，永远是你有苏苏和尾上，永远活在悔恨中，受尽折磨。你是怕陪葬，还是真心要救他？臣女虽与太子殿下有过节，但人命关天，臣女身为医者，不会见死。师姐，大哥就知道你是个心善的，以前是大哥不好，对你多有误会。这次你可一定要救活太子殿下呀！苏二小姐以德报怨，实在令人钦佩。好，朕允你救他。怎么，后悔了？臣女没有后悔，只是有事要请示陛下。你说。皇上，殿下这毒已经深入骨髓，要想活命，唯一的办法便是锯断双腿。这苏诗锦是薛神医的徒弟，他所言应当是真的。跟命比起来，腿废了便废了。好，朕同意了。不能去！父皇，不要！来人！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，你醒醒啊！苏诗锦，你好恶毒，竟然要锯太子哥哥的腿！不行，若没了腿，楚牧尘就不能做太子，将来更不可能当皇帝。那我这太子妃岂不是也成了一场空？皇上，殿下的血已经流得太多了，若是再拖延下去，只怕不等砍腿，人就要流血而亡了。去！来人，拿锯子。确实有些钝。多谢。楚牧尘，上辈子你欠我的，这辈子也该还了。
殿下别怕，臣女已经封了您的经脉，您不能发出声音，也不能动，这是怕您反抗，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您放心，臣女一定会很小心的，慢慢下手。他对楚牧尘的恨意为何会如此深刻？难道仅仅是因为背叛？他一定有更多秘密。楚牧尘，前世我治好了你的腿，如今这双腿还给我，咱们才是扯平了。不过只有扯平还不够呢，我要你后半辈子永远受痛苦折磨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皇上，臣女已经为殿下解毒，并且止了血，可以将人送回太子府好好休养。来人，送太子回府。妹妹急着走什么？咱们还有账没结算清。草民拜见吾皇。免礼。苏时锦，你将这二人请上殿是何用意？皇上，这位是刘奶奶，这位是她的孙女翠儿。3年前被劫匪所劫，卖入青楼受尽折磨，而指使劫匪之人，正是当年失踪的苏洛月。皇上，就是这个女人。当年我儿好心救她，可她却恩将仇报，害我全家，还掳走我孙女。求皇上为草民和奶奶做主啊！你们血口喷人！皇上，臣女根本不认识他们，是苏时锦陷害我。这是当年那女人丢下的血，我老婆子藏了3年。皇上，这只鞋是我三妹当年走失时落在河边的，与刘奶奶手中这只正是一对。人证物证俱全，苏罗月，你还有何狡辩？是我做的又如何？当初楚牧尘成了残废，我不想嫁给一个废人，有什么错？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何不光明正大退婚，非要假死逃婚，还要杀害无辜百姓？退婚会毁我名声，我还怎么寻好夫家？他们见了我，我当然要杀人灭口。好一个忘恩负义、不知廉耻之人！来人，把这个毒妇拖出去斩！皇上息怒，月儿只是一时糊涂，她不是有心的，求皇上开恩，饶她一命。你身为兄长，教媚无方，还敢求情？来人，革去苏礼然一切官职，贬为平民，即刻逐出京城，永不录用。师姐，帮大哥说句话，大哥错了，大哥不该为他求情师姐啊！来人，把他！皇上且慢，难道你要为他求情？朕最讨厌如此拎不清的蠢货。皇上误会了，臣女只是觉得就这么死了，未免轻饶了他，应当让他赎清罪孽再死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太子殿下因他而双腿被废，理应由他为奴为婢，永远服侍太子殿下。朕准了。皇兄，还有一事，请您定夺。何事？这又是何人？此乃太子府暗卫。前些日子，臣弟与苏二小姐于断肠山寻药，却被他带人追杀，险些丧命，还请皇兄还臣弟一个公道。这是此人身上独属于太子府的令牌。
牧臣无才无德，不配做太子。即日起废除他太子身份，贬为庶民。另外，剥夺苏洛月太子妃封号，贬为最低等奴婢，终生禁足，不得离开楚牧臣半步。苏世锦，你够狠！姑渴了。姑什么姑？你就是个草民，渴了自己倒水。你没有腿，难道还没有手吗？若不是你这贱人，姑怎么会没有腿？你变成这样是你自己蠢，我给你的药你就吃，我说的话你就信，你但凡长点脑子，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毒妇，你这个毒妇！我毒？楚牧尘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？当初你抛弃苏时锦的时候，可有想过今天？你宠我信我，不过是因为我年轻漂亮，会哄你开心罢了。说到底，你就是个自私自利、凉薄寡情的人渣。你为何不死在外面？要不是你回来，姑的腿早就被阿锦治好了，依旧是高高在上的太子，何必被关在这里？当初我在外面过得有多逍遥，那么多男人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可是我蠢到为了你这个废物回来。男人，原来你就是个水性杨花的贱人。是又如何？终于肯让我进来了。看到没？即便被困在这里，本姑娘也能快活，比你这个废人不知道强多少倍。贱人，不得好死！来人啊！来人？你还当自己住在太子府呢？真是个蠢货！姑奶奶要去快活了，你就在这渴着吧，废物！我要杀了你！我一定杀了你！果然，狗咬狗的戏份，什么时候看都觉得过瘾。本王倒是好奇，你为何会如此恨他？这个嘛，是我的秘密，暂时不能告诉王爷。这是第2颗解药。多谢。戏看够了没？我们该走。那就劳烦王爷送我回家了。都给我死！小姐，青椒别院昨晚走水了，苏洛月和一个奸夫被当场烧死。太子，不对，现在是庶民。他虽然侥幸活下来，却被烧得毁容，只剩下眼睛和嘴巴能动了。看来这场狗咬狗的戏码终于要落幕了。对了，他还派人送口信要见小姐呢。见我？我倒要看看他想耍什么花招。冬儿，将此物送到离王府，交给离王殿下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我就知道，今儿你还惦记着我。我只是来看你的笑话，如今你沦落到这般下场，当真是大快人心。为什么不肯救我？你果然也重生了。为什么这时不救我？
因为你不配。若是你肯救我，我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，都是你害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？什么？前世，你虽然娶了苏洛月为侧妃，可你却选了我给的药，因为有我助力，你才笑到了最后。但是这一次，你完完全全选择了苏洛月。我怎么会知道苏洛月这个贱人骗了我？我做鬼也不会放过她。到现在，你仍是不知悔改，将所有的错都怪在旁人头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好人做到底。你什么意思？像你这种冷血薄情之人，就应该和苏洛月这种蛇蝎心肠的毒妇生生世世绑在一起。你死后，我会把你们合葬，下辈子你也休想摆脱他。这一世，我要好好享受人生，再不为旁人做嫁衣。清末说，女子都爱花，本王便在路边摘了些。他也不能送人菊花吧？王爷这是咒我。抱歉，我忘了。无妨，这束菊花倒也符合我此时的心境，就当祭奠我前世那些悲惨，终于迎来真正的曙光。